是我吓到你了，还是你不愿意嫁我？嫁给他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年轻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出嫁的这一天。不对，不对，怎么会是嫁给裴如眼？前世嫁给他的明明是沈妙仪。你既不愿嫁，为何不早说？难道是我裴如眼非要娶你吗？等等！真的回来了。曹老半生换来的顺心日子，竟然要从头来过。小姐，世子怎么黑着脸走了？世子好狠的心，新婚之夜就抛下你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紫菱，我问你，这些日子，二小姐沈妙仪可有什么异样？二小姐，她先前还不愿嫁给裴二公子，总嫌弃他没有爵位，没个前途。可不知怎的，半月前却突然想通了似的，非但不闹了，出嫁的时候还开开心心的呢。半月前，原来她也重生了，还比我早了半个月。她以为嫁给裴成就能复制我前世的路，真是愚蠢。前世沈妙仪换亲嫁给裴如颜，却因出身不被婆婆待见，加上裴如颜一心公务，直到她死时，她都没能怀上一儿半女。这一世，她以为选了裴彻就能改变人生，可惜她算漏了一点。只要裴如颜不死，裴彻就永远只是二公子。就算裴如颜死，只要他有儿子，这宁国公府的爵位也轮不到二房来继承。所以，我必须生下裴如颜的孩子。小姐，您看，您和姑爷已经圆房了。哎呀，世子怎么圆房还咬人？小姐，您这样温婉的人，他怎么舍得下这么重的手？糟了，我怎么就那么冲动？裴如兰本就对女色无心，这一下怕是把她彻底得罪了。万一她从此不愿再与我同房，那我的计划岂不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？别瞎说，是我咬伤了她啊！该道歉道歉，该补救补救，绝不能让这新婚第一夜的误会断了自己未来的路。小姐，您去哪儿啊？外面天黑。嫂嫂，这声音我听了半辈子，熟悉到刻骨铭心。嫂嫂这是要去哪儿？兄长。书房。书房？没想到兄长新婚之夜竟是在书房过的，可要我差人带嫂嫂过去？不必了，我认得路。原来他奔赴自己的婚房时是这样欢喜的。上一世我和他的婚姻源于沈妙仪的算计，我明明是受害者，却要独自承受他所有的不满，即便他幡然醒悟。可我的失望早已积重难返，相比之下，裴如眼不知要好上多少。他少年时经才绝艺，如今22岁已是五品郎中，没有裴彻那些纨绔多情的毛病。就算洞房花烛夜被我气走，也只会去书房处理公务。看，多省心呢。前世的裴如颜稳重克制，是人人称颂的君子，可这一世，新婚夜他拂袖而去。罢了，为了孩子，没什么豁不出去的。不用宵夜，不用伺候。是我。裴如眼在喝酒，可所有人都说他从不饮酒作乐。世子爷心有积阁，积劳成疾，怕是……他到底有什么郁结？可借酒消愁，只会更伤身体，这可不行。出去。
喝酒伤身。你咬我的时候，倒也不怕伤到我。完了，这件事果然没那么容易过去。我不是故意咬你的，是因为你吓到我了。要不我帮你上药？若等夫人上药，只怕会流血而亡。忍耐，为了孩子必须忍耐。你若还气，我让你咬回来就是。从冷淡到热情，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，你就换了2副面孔。想得到一个孩子，一个能让我在宁国公府立足的孩子，可这个答案现在绝不能说。得到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得到。今晚是洞房花烛夜，我只是想和你待在一处。我不想和你待在一处。新婚之夜，你不与你的妻子待在一处，你想和谁待在一处？我还有公务，今夜歇在书房。好一个公务繁忙，说白了，不就是不想和我待在一处吗？好啊，那你处理公务，我就在书房陪你。有点冷。沈桑宁，沈桑宁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醒了，该去给父亲母亲敬茶了。稍等，我去洗漱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昨夜世子压根没回新房，直接歇在书房了。那位新来的少夫人，竟然还舔着脸自己跑到书房过夜的，真是没脸没皮。要我说啊，还是二少夫人有本事。我表姐在福花园当差，说昨夜二少爷院里一夜浇了3次水呢，3次。再看看咱们世子这边，竟然1次都没有。我竟不知，夫人歇在何处，也要遭你们议论。世子恕罪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世子饶命啊！罚封半年，自去刑房领20板杖，再有下次，乱棍打出府去。走吧。姐姐，姐姐脸色憔悴，可是昨夜没有休息好，莫要太劳累了。多谢妹妹关心。妙仪倒是精神好，想来二弟昨夜很是体贴，只是不知二弟去哪儿了，怎么让你一个人在此处等着？夫君敬完茶便有事先出门了，我在这里等姐姐一同进去。姐姐，我们快进去吧，别让公婆久等了。父亲、母亲，父亲，请喝茶。好，好，快起来吧。母亲，请喝茶。茶太烫，母亲喝不了，去换盏温茶来。竟然用这种方式护着我。母亲，
请喝茶。沈氏，既入我宁国公府，做了我裴家的长媳，便要有长媳的端庄与本分。往日的那些小门小户的习气都要收起来。儿媳谨记。如今府中大小事务仍由我掌家，你初来乍到，不必分心旁骛。你眼下最重要的任务，便是早些为眼儿开枝散叶，绵延我长房的香火，这才是你身为世子夫人的头等大事。是，母亲。而且谨遵母亲教诲，定会尽心尽力，早日为夫君开枝散叶。赏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燕儿媳妇别拘束，就当在自己家。燕儿，你留下，我有些话要与你说。沈氏，你先退下吧。是，父亲、母亲，儿媳告退。燕儿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昨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好端端的要歇在书房？当初这门婚事我是不太满意的，可你不乐意退婚，坚持要娶，我才遂了你的意。母亲，婚约乃是信诺，岂能轻易反悔？哼，好一个信诺！你既讲信诺，为何成婚了还要冷落人家？我虽不喜他，但他既然进了我裴家的门，就是你的妻子，你身为夫君就该对人家负责，怎么不说话？可是觉得他无趣，入不了你的眼。燕儿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子嗣传承更是家族的根本。你是我宁国公府的嫡长子，岂能在这等大事上任性？好了，夫人，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慢慢处。燕儿一向稳重，她心里有数。她要是有数，就不会新婚之夜睡书房了。我告诉你，裴如眼，从今天起不许再宿在书房，听见没有？是，母亲。去吧。好好待你的媳妇儿，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国公府慢待了她。是，儿子告退。姐姐，敬茶还顺利吗？婆婆可有刁难你？不过是叮嘱了几句家常话罢了。母亲待我很好。姐姐，昨夜那帕子还在吗？自然是查验过后就销毁了，留着做甚？妹妹问这个做什么？姐姐，我知道世子他昨晚定是没有碰你的。我知道用血就能蒙混过关，可这种事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啊。姐姐，你可有想过，将来若一直没有子嗣，会有何等下场吗？在这国公府，母凭子贵是唯一的道理。你今日能蒙混过关，将来呢？难道要守一辈子活寡吗？妹妹为何如此笃定，世子不会碰我？我自有我的法子知晓。姐姐，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夫君将来可是会有大造化的。大造化？是啊，天大的造化。只是更具体的，我不能说了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既然是天机，妹妹为何又要告诉我？姐姐生了副商人头脑，我是知道的。若是能帮我经营生意，将来我定不会亏待姐姐。即便以后姐姐被世子厌弃，无所依靠，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，我也不会弃你于不顾。妹妹为何不自己去做？自古商人未卑，哪有我们这样的世家夫人亲自抛头露面的？可姐姐不同啊，姐姐的母亲本就出身商贾，你身上流着商人的血液，做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妙仪，不论商贾还是官宦，都是自食其力。相比之下，那些站着就想乞讨的人，更值得被人唾弃。你说谁乞讨？未出阁时我称你一声妹妹，是看在爹的颜面上，爹待你视如己出。可你好像自己都忘了你的生父是谁。我的母亲，不论出身巨富还是小贩，她都是我爹明媒正娶的原配正妻，是继入宗谱的伯夫人。而你，不过是个继室带来的女儿。今日你试图与我论尊卑，是件很可笑的事。
姐姐，你别得意，你将来慧命今天错过了什么？罢了，我说这些，姐姐也听不懂。但我可以好心告诉你一件事：你的好夫君，宁国公府的世子，是不会有子嗣的。你这辈子就该守完活寡，守死寡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二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二郎，你别这样看我，我好害怕。请嫂嫂原谅，妙妙她年纪小，口无遮拦，我回去必会好好管教。还请嫂嫂看在我的份上，莫要将此事告知兄长和母亲。二弟，我看你也不像是会管教人的样子。诅咒子嗣，不敬长嫂，这在任何一个大户人家可都不是小事。但谁让妙仪是我异父异母的妹妹呢？家丑不可外扬，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。是，嫂嫂说的是。这样吧，弟妹既然心浮气躁，想必是心神不宁，回去罚抄《道德经》100遍，应该能清静清静了。是，多谢嫂嫂宽宏大量，100遍我定会监督她抄完。从前怎么没人说当长嫂原来这么爽啊？夫人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嫁给你很好。对了，你肩膀的伤口还疼吗？你先回青云院吧。又是这样，永远都是这样一堵墙。这个人真是快捂不热的石头。都修步了，为何不回院子里休息？你昨晚根本没睡吧？而且早膳也还没用。无妨。不行。你必须吃早膳，然后休息。不必管我。不管？怎么可能不管？我还指望你多活几年呢。若你早早没了，难道要我再去扶持裴社那个傻货吗？我可不想再为他操心劳神，短寿10年。你哭什么？我并未凶你，书房也能用膳。罢了，我随你回去就是。我刚才真是多嘴。有东西进去了，你可以帮我吹一下吗？好了吗？昨夜都同床共枕了，现在不过是凑近了些，竟然就害羞了。看来这位世子爷婚前当真是洁身自好的很。好了，既然好了，就走吧。你方才还说同我回青云院的，君子可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以为我刚刚用哭来逼他就范，可他这般正经的人不像是吃这一套的。他明明也会关心人，我这2辈子是否能有一个人在新婚之时是为娶了我而心生欢喜的？裴如言，昨日你进婚房前，或是娶我是否有心存期待和欢喜？昨夜我同你说的话，你不记得了？昨夜你说了什么？难道是在我彻底失去意识前，他说过什么重要的话吗？没有。等等，
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不记得就不记得，再说一遍不就好了吗？已经回答了。少夫人，雨大，我们快进屋吧。2辈子2次婚姻，竟都遇不上一个对我心存欢喜的良人吗？也罢，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从今往后，只将他当成一个合作的人，未来孩子的父亲便好。我许是昨夜睡糊涂了，不记得你说了什么。你没有生我的气吧？没有。既然没有生气，那你晚上要回房睡吗？夫人想我睡哪？想你回房睡。那汤挺好喝的。我不喜欢。不喜欢没关系，你晚上回来睡就好。夫人慢用。等等，你讨厌我吗？那你又为何娶我？就因为祖父让你娶，既已娶妻，便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没吃饱？我不尽责。既然你无话可说，那我来说。昨夜你骂我混蛋，我哪里像你的新婚方君，倒像是逼良为娼的恶人。昨夜是有些害怕吗？我同你道歉了的。今夜万不会如此了，我保证。不接受。我问你生气吗？你说没有。那你现在又不愿接受道歉，你这人到底想怎样？我说不生气，是指我此刻心绪平静，而不是对你所作所为的原谅。原来他可以如此平静地记恨一件事。晚上务必等我。叫你乱咬人，叫你乱骂人，这下好了，人都气跑了。小姐，世子他又欺负您了，怎么这么不会疼媳妇儿啊？季生，公府不比伯府，光这青云院就有仆从18人，这话传到世子耳中，不是给少夫人添乱吗？少夫人，您与世子关系如此僵持，奴婢担心后日回门，世子那边……不必担心了，他肯定不会同我一起去的。那少夫人岂不是要沦为笑柄了？眼下我最担心的唯有那一件悬而未决的大事，同房生子这件事，拖不得。紫菱，奴婢在。你去西平弄的膳麻糖，买1盅春日饮来，小心着些，别叫人看见。少夫人，三思啊！感情之事急不得，万一被世子知道您用这种手段，恐怕难以收场。拖不得，只有我知道时间有多紧迫，任务有多重。老爷，幸亏您有先见之明，帮着妙仪换了这桩婚事。那是自然。沈桑宁虽是我的亲女儿，但妙仪才与咱们儿子同门，将来做了国公府的当家主母，才能无私心的帮助亲弟弟。真是可惜，我的端庄温婉，换来的却是被无情抛弃。子书，将我名下所有的铺子整成册给我，嫁妆单上的也不要遗漏，地段、租金、人流都要记清楚。对了，少夫人，还有一事，金陵那边来信了，今早刚收到的。外祖家、魏生家，终究是来了。子苏，在金陵的那2年，你和紫菱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你觉得魏生家的人待我是真心的吗？奴婢觉得外祖母待您是极好的，
只是他们毕竟是商贾，还指望着老爷能在朝中为他们谋划后辈前程呢。利益，说得对。在前世，我与伯府断绝关系后，你以为他们会站在我这个亲外孙这边吗？他们没有，他们权衡利弊，选择了我那做了世子夫人的继妹沈妙仪。因为我的丈夫是个无用的纨绔，而沈妙仪的丈夫却是宁国公府的继承人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连亲生女儿的幸福都能拿来交易，一个外孙女儿又算得了什么？所谓亲情，在泼天的利益面前不堪一击。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我是世子夫人，既有血缘又有地位，我想微生家的选择或许会很不同。虽然看透了他们的本质，但外祖母的真心我不能忘。你替我给微生家去封信，就说世子待我很好，让外祖母不必记挂。另外代我慰问外祖母安。是，少夫人。少夫人，早膳都凉了，可要奴婢拿去热一热再吃。前世沈妙仪嫉妒她的才貌，将她赶去做粗活，还是裴如眼出面，将她送去了母亲身边。不必了，你既是青云院的长侍，便来同我说说院里的情况吧。回少夫人，青云院下人共18人，原先院里都是小厮，是世子觉得您住进来不方便，才都换成了丫鬟和仆妇。世子向来洁身自好，院里从没有通房迎娘。世子既不常在院里用膳，为何要单独设一个小厨房？少夫人有所不知，这小厨房是世子爷特意为您造的呢。是上个月才刚刚造好的。世子爷想着您初来乍到，怕吃不惯府里大厨房的口味，才特意吩咐下来的。裴如也会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？罢了，这或许只是玉斐自己的揣测，或者是婆母的意思罢了。少夫人，奴婢觉得昨儿夜里世子说的都是气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对于和您成婚这件事，世子爷可期待了。哦，何以见得？成亲前3日，世子爷的饭量都减少了。平日里世子用膳极是规律，那几日却明显食不甘味。奴婢想，定定是因为要迎娶心上人，心中激动所致。难道不是因为太忧愁了吗？这丫头的脑子是怎么长的？玉斐，你昨夜可有听见我和世子在房中说了些什么？少夫人放心，世子与您的悄悄话，奴婢们是绝不敢偷听的，这是规矩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我问你生气吗？你说没有。这书没用了。陈叔，世子有何吩咐？后日夫人回门，你同玉斐去将回门的物品准备齐全。是。还不去？世子，尚书大人那头只给您3日休沐，刚好到明天就结束了。后日您公务前甚，恐怕没工夫陪少夫人回门。那少夫人那边会不会生气？你先去置办。世子这是什么意思？心腹回门若孤身一人，必然会成为京中笑柄。世子再不喜，也不会让国公府失了颜面吧？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上好的喜酒，倒是浪费了。
二公子同二少夫人感情可真好，这才成婚没多久，就这样如胶似泥。二公子就是图个新鲜劲儿，以前那些姨娘通房得宠的时候，不也是这样吗？真是不嫌臊得慌，青天白日的，我还以为大家闺秀能有多矜持呢。就是，今早我还听说青云院那边一整夜都安安静静的，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妙妙，记得管束好院里的人，莫让这些闲话传进父亲母亲的耳中。二郎，我明白的。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。你说。我想做些生意。我名下倒有些铺子田产，每月都有租金进项。你虽暂时主持不了府中中会，但我司库里的钱都可以交由你来打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二郎，我想先在城东开一家酒楼。沈桑尼，你前世就是从一家酒楼开始发家的，这一世我定要抢在你前头，把你的一切都夺过来。你想自己做生意，不是让下面的人去打理？下面的人负责执行，可大方向自然要我来管理啊，不然怎么能成功？不行，我虽是庶出，但也是国公府的二公子。你身为我的妻子，万不可抛头露面，丢了国公府的颜面。那我不出面不就行了？我保证绝不出现在酒楼里，只在幕后谋划。不出面你做什么生意？我虽纨绔，却也并非什么都不懂。即便是京城首富，也要时常巡查自家产业，根据情况加以改良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可你不同意我出面啊。总之，此事休要再提。那若是我姐姐去做生意，是不是就可以？大嫂的事自有兄长去管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为何总是要与大嫂比较？凭什么沈桑宁可以，而我做什么都不行？妙妙，家中不需要你去做这些，你若有什么喜欢的，只管告诉我，我给你买来就是，何必费心去折腾这些？妙妙，你今早说错了话，若传进旁人耳里，我也难护着你，以后须得谨言慎行。还有，大嫂让你抄的书，你务必及时抄完交过去，不要再因此惹她不快。凭什么沈桑宁能做的事我做不得？凭什么我重活一世，还要被他压在头上，连自己的丈夫都要帮着外人来教训我？老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就绝不能坐以待毙。裴彻现在不同意，是因为他鼠目寸光，等我将产业做起，他才会知道谁才是对的。素云，少夫人，我的嫁妆里有多少现银？回少夫人，现银是5000两。怎么才5000两？沈桑宁也只有这些。伯府嫁女应当是一视同仁的，何况伯爷向来宠爱您多些，不会在这上面亏待您的。您若觉得不够，可以回伯府再问伯爷要些。为了换亲的事，父亲还在气头上，此时回去要钱是自取其辱。你去将我名下那些地段差的铺子给卖了，换成现银。我要在东城开一家最大的酒楼。少夫人，万万不可啊！那可是您的嫁妆，是您以后的傍身之物。若叫二公子知道您变卖嫁妆，恐怕这传出去，外头还以为国公府要破产了呢。这是天大的丑闻啊！紫菱姑娘，你是我们世子夫人身边的人，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别给世子和夫人丢了脸。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成何体统？你手里拿的什么呢？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嗨，我当是什么呢？不就是春日饮吗？你这么藏着掖着做什么？你知道？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永安楼每年春夏季都畅销的甜汤嘛，清甜爽口，降火解暑。天热的时候，我也常买来喝。是啊，
天气热，我去给少夫人买一碗解解暑。陈叔大哥慢走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丫头，毛毛躁躁的。小姐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被陈叔大哥发现了呢，没想到这单朝堂真厉害，连汤站都做得和永安楼一模一样。这些前世的春闱考题，记在心里便好，留下就是祸患。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别这么一惊一乍的。回门礼单我已经拟好了，到时务必让少夫人回门时风风光光。世子当真不陪少夫人回门吗？他不来，到底会让少夫人伤心。世子公务繁忙，你该劝着少夫人多理解才是。小姐，世子也太不会疼人了，不如咱们今晚就……你可有问过大夫，这药性有多烈，一次该用多少？啊，奴婢付了钱就赶紧跑回来了，以为您知道呢。我也只听过，又没用过。罢了，这东西总归是辅助之物，不是什么虎狼之药，别再去了，免得引人怀疑。夫君，夜深了，我为你炖了安神汤。多谢夫人，我不需要。夫人也早些歇息吧。夫君，你把门打开，我只是想给你送碗安神汤。书房睡不下2个人。连书房都上了锁，防我同防贼一般。沈桑宁，你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小姐，都这个时辰了，世子还没回来，看来是真不打算陪您回门了。要不我们再等等？不必了，不等了。按理该与妙仪一同回门，不过我拖延了些时候，想必他已经走了。少夫人，您独自一人，怕是会招人闲话。无妨，走吧。该去面对的，总要面对。姐姐，姐姐怎么独自一人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莫不是在等世子？哎呀，难不成世子不陪你回门吗？夫君公务繁忙，国事为重，我自然不像妹妹这般好福气，能让二弟时时陪伴在侧。大哥确实忙，不像我这么清闲。大嫂辛苦了。姐姐倒是嘴硬，咱们姐妹之间有什么说不得的？你拖延到现在才出门，想必是心里不痛快，独自生闷气呢。姐姐，快上我的车来吧，我们同乘一车，路上也有个伴儿。这里人多眼杂的，被人瞧见，说几句闲言碎语，恐怕会让姐姐更难过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陈叔没有转告你吗？世子，少夫人，哎呀，都怪我！早上清点回礼时发现少了一件，寻了许久这才找，一忙起来就忘了告知少夫人你会从衙门直接赶回来。世子，你罚我吧。他竟真的愿意为了陪我回门，放下公务。今日6不无事，可以一起回门。
快把给少夫人娘家的回礼都搬上车，仔细着点。那是什么？荔枝。荔枝？3月的京城哪来的荔枝？少夫人，您可不知道，就这8筐冰镇荔枝，可是世子爷上个月就从闽南订了的。走水路转陆路，兜转半个月，每到一个驿站就得换一批新冰，才到京城。本该昨日就到，结果延误了1日，今早才送到，差点没赶上回门呢。谢谢你，但是回门不用带这些，太贵重了，留在府里吧。我那个爹贪婪自私，给他吃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你不必如此。我爹不喜欢吃荔枝，你拿去他反而会生气的。你莫不是想自己留着吃？那便少拿2筐。6筐也太多了，都留下吧。你若想吃，我再买就是。既为公府长媳，行事不可太过自私。我哪儿自私了？坐那里。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铁环木，外面还包了夹层，能防水、防火，甚至能抵御寻常弓箭。原来是这样，这裴如眼竟然还这么细密，这马车怕是能抵御刺杀吧？哼，白费功夫。别看我，谁要看你了？莫名其妙。是我用词不妥，并无恶意。道歉就完了。今日我便要叫你裴如言亲眼见识见识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自私。这承安伯府里的人，可一个比一个厚颜无耻。今天定要让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子爷好好看一场大戏。老爷，您好歹是长辈，哪有岳父在门口干等女婿的道理？二姑爷和妙妙都到了好一会儿了，这位大姑爷却姗姗来迟，分明是没将您放在眼里。闭嘴！你懂什么？裴如言如今深得陛下看重，前途无量，只要攀好了这门亲，我们伯府说不定就能再上一个台阶。可也不能把妙妙和二姑爷晾在里头啊！二姑爷再不济也是国公府的二公子啊。二公子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罢了，都怪妙妙当初不肯换亲，否则这世子夫人哪里轮得到沈桑宁？桑宁回来了，贤婿在何处啊？父亲、母亲。岳父、岳母。哎呀，贤婿一路辛苦了，快请进。桑宁，贤婿见笑，怪我平日里没教导好他。无妨。姐姐说，姐夫骑马射箭都很厉害，将来会做大将军，姐夫也可以教我吗？好，姐夫以后亲自教你。大嫂，桑宁，你同我出来一下。你看看你，再看看你妹妹，怎么她就能把二公子哄得开开心心，你就不能去讨好世子呢？桑宁啊，想抓住一个男人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放低姿态，多说些好听的话，温柔体贴的伺候他。你看你妹妹把裴彻笼络得多好，你多学着点儿。父亲，
我是当正妻，又不是给人做妾的，学不来那妾室一般的做派。